欢迎观看中国神话与传说系列双语教育视频。本视频配有普通话讲解，并提供同步英文字幕。在中国神话中，有8位性格迥异、身怀绝技的神仙，他们惩恶扬善、济世救人，留下了八仙过海、各显神通的传奇故事。今天，让我们一起走进八仙的世界。八仙的传说起源于唐宋时期，盛行于元明，是道教文化与民间信仰融合的结晶。8位神仙分别是铁拐李、汉钟离、张果老、吕洞宾、何仙姑、蓝采和、韩湘子和曹国舅。他们代表着男女老幼、贫贱富贵等8类不同人群，象征着道教人人皆可成仙的思想核心，无论出身如何，皆有成道之机。八仙各自手持一件独特的法宝，合称八宝，又称按八仙。这8件法器分别是葫芦、蒲扇、宝剑、荷花、花篮、鱼骨、洞箫与玉板，不仅是八仙的身份标志，也蕴含着深厚的道教文化内涵和吉祥寓意。铁拐李是八仙中最具传奇色彩的药仙之一，他的形象十分鲜明，蓬发跛足，袒胸露腹，背着一个巨大的药葫芦，手持铁拐杖，仙风中带着几分世俗气。传说他本名李玄，原是容貌俊朗的修道之人。一次元神出游时，肉身不慎被毁，只能附身于一具饿死的乞丐，因此成了瘸腿丑陋的模样。他虽外貌破败，却医道高深，葫芦中藏有不死金丹，曾用仙药救治瘟疫，济世救人，被民间尊称为药王祖师。铁拐李的形象体现了道教破相显真的修行观，外貌残缺，反衬内在的道行高深。他背上的药葫芦象征悬壶济世，传说清道时会流出仙露，使枯木逢春，化腐朽为神奇。葫芦与福禄谐音，而其根经称为万代，与万代同音，合起来便是福禄万代。在道教中，葫芦被视为能容纳天地乾坤的宝物，具有驱邪避祸的神奇功能。同时，道教将修行者所向往的仙境形容为湖中日月。汉钟离是八仙中的逍遥善仙，形象豪迈，袒胸露腹，手持芭蕉扇，头扎双髻，赤面长须。传说他本名为钟离权，原为汉朝将领，因遭人极度陷害，致兵败误入山谷，机缘巧合投身道教，最终成仙。全真教尊其为正阳祖师。在道教修炼中，金丹需在丹炉中炼制，最初扇子只是用来扇风助燃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扇子逐渐被赋予了镇煞驱邪的象征意义。据说汉钟离的蒲扇不仅能扇出仙风，平息海浪，更具有扇灭心火的神奇功效，能够使纷扰的心灵归于平静与冷静。他曾点化吕洞宾，用芭蕉扇扇出黄粱一梦，使吕洞宾得道。成语黄粱美梦便由此而来，比喻不切实际、不能实现的如意打算。汉钟离象征着豁达洒脱的道家精神，他的芭蕉扇不仅是掌控风云的象征，更暗示了看破红尘、超然物外的修行智慧。张果老是八仙中最具奇趣的一位，他白发童颜，倒骑白驴，手执鱼骨，形象古怪却仙风十足。传说他生于尧舜时期，唐代武则天年间现世，自称混沌初分白蝙蝠精。他所骑的白驴可折叠如纸，收入金箱，一旦吹气，又能化作真驴，日行千里，往来无碍。张果老道骑驴，寓意回头是岸的修行智慧，提醒世人反观自省，不迷于世。手中鱼骨用以唱诵道情，劝化人心向善，传道不得。鱼骨也象征道法自然的天籁之音，随性而发，寓意通达天地之理。民间还有他与唐玄宗斗法的传说，展现神通广大，而邂逅与张果老骑驴，背道而驰，便是源自他这独特的骑驴之法。吕洞宾是道教中最知名的剑仙之一，被尊为纯阳祖师。他常被描绘为青衫飘飘，五缕长须，手持长剑，仙风道骨，潇洒自在。传说他原是唐代一位才子，中了进士，后来在梦中遇见汉钟离，经历黄粱一梦后醒悟人生真意，从此修道成仙，手执纯阳宝剑，也叫雌雄宝剑，
斩妖除魔、济世救人。流传最广的故事包括三醉岳阳楼和飞剑斩黄龙。吕洞宾的宝剑象征斩断贪、嗔、痴三毒妄念，是修行克己的法器。俗语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，就源自他曾救助恶犬，反被所咬，提醒人们好心也可能不被理解。民间还传说他拥有点石成金之术，常用来考验世人的贪念与执着，是一位既有智慧又慈悲的仙人。何仙姑是八仙中唯一的女性神仙，她常被描绘为云髻高盘，凤钗点缀，身穿轻盈罗衣，手执一枝莲花，仙气十足。传说她原是唐代广州的民女，偶食仙桃、仙枣或云母粉之后，身轻如燕，后得吕洞宾点化，修道成仙。道家强调天人合一和清净无为，荷花因其出淤泥而不染，纯净无瑕的品质，成为道家所崇敬的象征之一，寓意修行中的清净与超脱。何仙姑的法器莲花能驱疫治病，她还曾用荷叶渡江救人，广受百姓敬仰。作为女性成仙的象征，何仙姑代表着道教人人皆可得道的思想。在岭南一带，何仙姑被尊为织女神，七夕乞巧节时，女子常向她祈福。民间还流传莲香所致，百花竟能逆时开放，尽显她的灵力与慈悲。蓝采和是八仙中的浪迹歌仙，形象独特，少年或乞丐模样，破衣烂衫，一脚穿鞋，一脚赤足，手提花篮，游走四方。传说他是唐代的街头艺人，常醉酒踏歌而行，歌词中常蕴含人生哲理，如红颜易老。传说他的竹编花篮中花果永不凋零，春日取出的桃枝能寒冬开花，随手抛洒的花瓣落地即成药草，可治百病。蓝采和代表着游戏人间、超脱生死的道家精神。他的花篮象征生生不息，不断繁衍，延续生命的力量。在八仙中，蓝采和的性别身份最为模糊，有说法认为她是女扮男装或跨性别者，这也使得她的形象更加神秘独特。韩湘子是八仙中的妙音笛仙，俊秀书生，形象儒雅，手持紫金箫，常伴仙鹤，气宇轩昂。传说他是唐代文学家韩愈的侄孙，年少时便成仙。韩湘子曾用箫声令寒冬开花，流传有韩湘子造雪的典故。他还预言了韩愈被贬潮州，蓝关雪困之节，诗句云横秦岭家何在，雪拥蓝关马不前便源自此事。韩湘子象征艺术与灵性的完美结合，他的箫声代表着通感天地，能与自然和宇宙产生共鸣。民间传说其箫声能引渡亡魂，曾有渔夫夜闻江上仙乐，见湘子立浪头吹箫，超度溺水冤魂。至今江南某些地区，丧葬习俗中仍要吹奏湘子渡曲牌。曹国舅是八仙中的贵胄道仙，形象威严，头戴官帽，身穿红袍，手持玉板及护板，气度非凡。传说他本名曹毅，宋代慈圣光献皇后曹氏之弟。他虽然身为皇亲国戚，可是却生性淡泊，不喜欢功名利禄。因其弟弟作恶，连累百姓，于是曹国舅散尽家财，隐居山中修道。玉板乃皇帝所赐，成仙后化为阴阳板，可净化邪祟，驱除不祥。曹国舅象征舍弃权贵，修身向道的理想。他的玉板代表以德服人，以德性感化他人。作为八仙中身份最为显赫的成员，他却最终位列八仙之末得道成仙。这一独特的安排深刻体现了道教贵贱同途、众生平等的核心理念。在瑰丽的中国神话长卷中，最富传奇色彩的莫过于八仙过海的典故。相传八仙参加完王母娘娘的蟠桃盛会，归途行至东海之滨。纯阳真人吕洞宾兴起提议，我等何不各显神通，以法宝渡海？此言一出，众仙纷纷响应。谁知东海龙王见八宝光华璀璨，心生妒忌，竟兴风作浪，百般阻挠。一场仙族与龙族的大战就此展开，最终八仙各施绝技，大获全胜。这段传奇不仅留下八仙过海、各显神通的千古佳话，更成为中华文化中展现个人才能、
与团队协作的完美象征。这一典故在民间艺术中绽放异彩，戏曲舞台上，八仙渡海的戏码经久不衰，年画雕塑中，八仙形象栩栩如生，按八仙图案以八宝带八仙更是融入建筑雕梁、家具纹饰、刺绣花样之中，成为祈福纳祥的重要文化符号。特别是八宝齐聚的八仙祝寿图，至今仍是贺寿场合不可或缺的吉祥元素。千百年来，八仙传说之所以历久弥新，正因其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各有所长、和而不同的智慧理解。这八位性格迥异却相得益彰的神仙，用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真正的神通不在于法力高低，而在于济世为怀的初心。下次当你听到八仙过海时，愿你不仅能想起这段奇幻传说，更能领悟其中蕴含的人生智理。如果你喜欢以上内容，请记得帮我们点赞。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以观看更多的优质双语教育内容。